有这么一种不为人知的说法，日本刀最早的起源其实是我国古代的唐刀。为什么现在都只认识日本刀而不知道唐刀？我国的唐刀是如何没落的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现在冷兵器早已退出战场，但冷兵器在古代非常适合作战，甚至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无法被替代。如果真的要选择一种代表冷兵器的话，那刀一定名列其中。刀可是被称为百兵之帅的存在。不过在刀中要是再选出一个王炸代表，那就是唐刀。唐刀的名字虽然看起来只和唐朝有关，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只带唐代的刀这一种，而是包括了隋朝和唐朝4种军刀样式的总称，包括仪刀、章刀、横刀、陌刀。唐刀最开始是以汉刀为基础，比如唐刀的外形就是继承了汉代的环手刀而来。同时唐刀吸取了很多朝代武器的经验，集多家之大成，最终形成了唐刀。它的背后不仅是昂贵的造价，还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，所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唐刀都是珍贵的。在使用上，唐刀不仅可以用来砍杀，还可以刺杀、劈杀等多种形式，可以说威力巨大的6边形战士。唐刀中的仪刀外表一般都有雕琢，甚至会用金银装饰，看上去很是华丽。这是因为仪刀一般是礼仪或者装饰用刀，而章刀则一般用于护身或者是近身的战斗。章刀因为是短刀，所以便携且轻快，利于携带。陌刀是唐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锋利武器，一般是为军队的步军所用。它具有长柄或者长刃，材质也不容易变形，利于战士们在战场上大开大合，长兵作战。唐刀中的横刀在古代使用非常普遍，它是普通的士兵，比如衙役、捕快、巡逻士兵以及守卫士兵们最多使用的兵器。横刀的外形是直刀，属于兵士们最常备的战刀。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，唐代的唐刀可以说发展到了巅峰时期。因为炼钢技术的突破和进步，唐朝可以采用包钢的工艺，即可以用高碳钢薄片包裹住唐刀里面的软铁部分。同时，唐朝还可以采用局部淬火的技术烧制唐刀的刀刃。唐刀不仅刀身耐用，不容易变形，而且还可以砍破铠甲。唐朝同时还在外形上对唐刀进行了改进，比如延长了刀柄，加宽了刀身，不但提高了唐刀的实战性和可使用性，还让唐刀的观赏性得到了提高。这也是为什么后代对唐刀研究不断的原因之一。在唐朝，因为唐刀刀制的发展和进步，唐朝也创造了不少和唐刀有关的战场神话，比如唐朝的神通大将李嗣业将军在和吐蕃战斗的过程中，就在战士指挥中派遣了唐刀的一种陌刀军队与吐蕃的军队作战。大唐的军刀不愧是天下闻名，陌刀一出，有5000多名的吐蕃士兵就惨死在了唐军搏杀的威力之下。最终，吐蕃军队不堪战斗，选择了放弃进军，很多年都不敢再来侵犯我国的领土。可以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唐刀就是唐朝鼎盛时期国力的象征。它不仅帮助大唐守卫了疆土，取得一系列的战争胜利，还宣扬了唐朝的国威。按理说，这么厉害的武器应该会被留存下来，并在后世有所传承。但是为什么我国的唐刀后来却没落了呢？在我国的古籍中，已经很少有关于唐刀的记载了。关于唐刀复杂的锻造工艺也失传了。而唐刀在唐代还有所痕迹，但是到了宋代之后几乎销声匿迹，到了现代则更是不见踪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唐刀的消失有很多原因，首先便是唐刀的制作成本实在是太昂贵了，要制作一把唐刀的成本相当于普通家庭1年的收入。制作唐刀所需要的原料叫做乌兹钢，这种材质在唐朝本土是没有的，需要从天竺那里获得。因为古代的交通不便，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，造价可想而知有多贵。宋朝开始，我国的刀剑文化有了改变。一方面，弯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，而以唐刀为代表的直刀就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了。另一方面，宋朝有了另外的强有力武器，那就是带有胡人文化的弩弓。
弩弓不但穿透力强，而且射程更远，在远程的战斗中更有作用，特别是在和少数民族的战斗中，可以更好地发挥实力。于是逐渐的，唐刀的风采就难以看到了。中国唐刀是日本刀的祖宗，但现在许多人都只知道日本刀，却不认识唐刀。唐刀究竟是如何没落的？工艺的失传让唐刀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失去了踪影。即使到了技术先进的现代，我们没有具体的工艺办法，也很难模仿古人造出一样的唐刀。现在世界上只知道有几把唐刀，但是很多都在日本那里，还成为了他们的国宝。而我们现在对唐刀的研究，则需要看到日本的刀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。唐朝的柔钢技艺不但用于唐刀的制作，它还逐渐传播到了日本，让日本冷兵器的发展也有了巨大的进步。可以说，唐刀是日本刀的起源了。很多人分不清日本刀和唐刀的区别，这是因为日本刀最开始就是以唐刀中的横刀为基础，进行符合日本需求而改进的。日本刀在日本的镰仓时代被定型，但是从唐朝的制作工艺传到了日本之后，日本刀就开始了进步。因为当时日本的战斗类型主要是近身的战斗，所以日本当时为了在近战中取得更多的优势，选择了唐刀中的横刀作为参照，并试图制造出更加锋利的刀种。唐刀中的横刀受重广，携带方便，它的体积也比较大。但是到了日本之后，日本刀的体积就相应变小，以符合日本国情的需要。同时，日本刀还增进了刀种的穿透力和战斗力。比如唐刀的使用是一只手握的，但是日本刀需要两只手握才能更好使用。另外，日本刀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武器，更是一件美丽且复杂的艺术品。日本刀在制作的过程中，不但会在材料上有所选择，而且还会根据每个制作家族的不同，印上不同的印记符号，以体现出风格的区别。经过多个时代的继承和发展，日本刀不但有了太刀、短刀等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刀种，更是蕴藏了日本武士的精神和灵魂。可以说，日本刀之所以可以留存至今，依靠的除了战斗能力之外，还有作为装饰和艺术的艺术品特质。总的来说，唐刀和日本刀各有千秋，无论是何种刀，都是一代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。如果你可以回到唐朝，除了唐刀，你还想观赏哪种冷兵器呢？历史上哪一个冷兵器是你最喜欢的呢？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